一个真正想死的人，往往是不会大哭大闹的。就像这位身价千亿的富豪，自从母亲死后，身上除了花不完的遗产和一座庄园之外，就一无所有了。他觉得这样活着太无聊，就开始想办法自杀。随后准备好工具，来到院子里的大树下，想用上吊来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却被2个正在打情骂俏的仆人撞见。他只好背着工具走进森林更深处，选了一棵不起眼的小树，系好绳子，再见了，这个无聊的世界。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原来是另外2个仆人在打猎。Goedemorgen, meneer Van Zeilen. Meneer。走了大半天，还是没有走出自家的后花园。家里的仆人实在是太多了，庭院里有除草工，房间里有清洁工，就连走进储藏室想拿把枪崩了自己，都能碰到2个正在调枪的维修工。Bonjour, monsieur. Monsieur。原来家里仆人多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有些事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最后他扛着水管走进车库，在数百辆豪车中选了最破旧的一台，然后发动引擎，往车里导入汽车尾气，想就这样闷死自己算了。可没想到又被窗外的老管家打断。这位老管家在这里勤勤恳恳干了大半辈子，一直以来像照顾亲儿子一样照顾他。为了不吓到这位年迈的老人家，他把车开到海边，决定在那里结束自己无聊的一生。可这时一辆车从身边一闪而过，在他前面停了下来。紧接着离奇的一幕发生了，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向他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然后被一个男人推向悬崖。富豪很担心，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天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雨。当看到那个男人回来时，只剩下一副空荡荡的轮椅，他眼中闪过一丝错愕，自己好像亲眼见证了一场谋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暂时放下手头上的自杀，赶过去查看情况。可到了悬崖边，那位老人的尸体却找不到了，但他在地上捡到一个奇怪的火柴盒，他好像是杀手故意留下的，上面还写有极乐世界的字样。于是他顺着上面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司，把火柴盒交给了前台。他本想向他问个明白，可看到前台奇奇怪怪的样子，富豪好像有点怂了，他不敢与这件事扯上关系，便转身准备回去继续自杀。可就在这时，前台突然叫住了他。原来是老板想要见他，因为就在刚刚与前台对话的片刻间，他的身份已经被查了个底朝天。知道他是个世袭富豪，老板就出来亲自接待他，并以一种含蓄的口吻向富豪透露，他们是一家特别的旅游公司，专门为有需要的客户提供一生只有一次的旅行。简单点说，就是帮客户去死。比如这个钓鱼钓得好好的，船就炸了的，还有这个在游乐场玩旋转飞椅，突然被甩出去摔死的，都是他们的客户。而且自从这项业务开展以来，一直保持着零差评的良好记录。听完介绍后，富豪开心坏了，也准备为自己来一单，但老板却提醒他，客户一旦下单成功后，就没有反悔的机会。So happy to hear you say that. I'm very happy. 眼见来了个大客户，老板就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相关业务。在这里，客户有2种选择，一种是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怎么死，绝大多数客户都偏爱死在最爱的人身边，而另一种就是由公司秘密安排的超级无敌惊喜死法，客户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在家里等着，惊喜就会从天而降。富豪两眼放光，觉得这个超级无敌才配得上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果断选择了后者。双方一拍即合，随后他就去楼上为自己选棺材，却碰到一位和他一样来这里买死的女人。他把富豪当成了这里的工作人员，问他有没有环保棺材，就是用能降解的材料做成的，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的那种。看富豪摇摇头回答不上来，他才知道自己问错了人。2个将死之人友好交流了一下，富豪还劝对方也选择超级惊喜死法。Aangenaam kennis met u te maken. Het gaat u goed. En succes. Dank u, u ook. 回去之后，为了不给大家带来困扰，雅各花了一大笔钱遣散了家里的所有仆人，并嘱托律师将庄园挂牌出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公益基金会，自己则静候命运的降临，在家里一心一意等死。Hallo? Komt u maar. Ik ben hier. 他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可这一等就是漫长的3天，周围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按耐不住内心的焦急，打电话去催，老板却告诉他不要一味的干等，依照既定的节奏，按部就班的生活，惊喜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果然，他刚放下电话，楼下就传来一阵莫名其妙的响声。Hallo, is daar iemand? 富豪准备这就去迎接死亡，却发现是被解散的老管家回来了。他看院子里的玫瑰花快要枯萎了，想来打理一下，顺便看看家里乱不乱。被这么一下，雅各想不起来今天要干嘛了。他追上去问管家，按照以往的日程，自己今天应该做哪些事。雅各终于回想起来了，可随即又意识到母亲几天前已经去世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竟鬼使神差的找到了选棺材时认识的女人，想邀请她一同去跳舞。可安娜也要帮朋友看店为由，果断回绝了。然而就在这时，店主却意外的回来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富豪，觉得男人看上去还不错，
就有意撮合安娜出去和他约会。可他们刚出门，安娜就起了疑心，她怀疑雅各是不是公司给自己安排的惊喜。雅各连忙解释自己想死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干那事。看他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安娜选择了相信他，可他根本不会跳舞。于是两人只是在餐厅里一起简单吃了个饭，但相同的境遇让他们聊得很投机。两人从家庭背景聊到成长历程，然而就是这次相遇，两个孤独且麻木的灵魂在茫茫人海中因彼此的陪伴而逐渐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在回去的路上，富豪突然在路口停了下来，只见一辆重30吨时速100公里的卡车向这边冲了过来，司机不管怎么踩刹车都无法停下来。雅各好像意识到这应该就是公司给自己安排的惊喜了，他平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而安娜却紧张地抓住他的手，两人一起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可结果卡车只是擦肩而过，冲进了河里。看来期待的惊喜并没有如愿而来。结束一天的约会，两人相互礼貌地告别。 Ik zou niemand weten met wie ik liever bijna onder een vrachtwagen was gekomen. En als ik je niet meer zie, ik hoop dat je veel goeds te wachten staat op de volgende etage. Dank je. En jij ook een goede reis. En rij voorzichtig. 从那天起，雅各心里好像有了牵挂，他除了自己等死外，还关心起另外一个人的死。正好在电视上看到安娜家附近发生了爆炸，他连忙开车赶过去，站在车顶上，在人群中看到安娜还活着，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丝庆幸。既然被发现了，那就不装了，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他邀请安娜去庄园参观，顺便给她展示自己的豪车。可这时律师带来一个好消息，有个俄罗斯商人看中了他的庄园，签下协议后48小时就会生效，一切已悉数安排妥当，就等惊喜从天而降。可这时安娜突发奇想，想开车出去兜风，两人一路疾驰，来到一个温馨浪漫的沙滩，那里海风轻拂，细沙绵绵，是远离尘嚣的避风港湾。雅各一时兴起，想要教安娜跳舞，他们舞步交缠，如同彩虹遇见晴空。那一刻，他心中沉睡的情感悄然苏醒，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他麻木的内心泛起了涟漪，在这不期而遇的美好里，他们找到了彼此，让原本暗淡的世界重新焕发了色彩与希望。隔天，雅各出人意料地找到了安娜，想和她来一场死前旅行。他再次来到极乐世界公司，想让老板给他延迟死亡期限。老板说，像你这种临阵反悔的我见多了，不过请放心，恐惧只是暂时的，死后的宁静才是那永恒的归宿。见老板没有松口的意思，雅各只好向他坦白自己恋爱了，好不容易心动一次，总不能让这大半辈子白活了吧。就在他们谈话的间隙，老板看到了手下发来的照片，他貌似心软了，说这就去和同事商量一下。结果没一会儿，雅各就在监控里看到他安排手下拿上了枪，心里想，好家伙，这哪里是商量，分明是密谋对我下手。机智的富豪跑到棺材厅，在杀手看到他之前制造一个躲在棺材里的假象，然后趁他对自己下狠手的时候，偷偷从背后推倒棺材，将他砸死在地上。雅各刚从地上捡起手枪，另一个杀手就突然闯进来，他下意识地抬手扣动扳机，意识到自己可能闯了大祸。雅各慌慌张张跑出大楼，安娜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他说好的不得了，我们现在排到死亡名单第1了。还没来得及多问，杀手就开车追了上来，直接在大马路上朝他们开枪。安娜一下子就火了，老娘花了那么多钱，可不能死得这么没有尊严。她瞬间车神附体，一个神龙甩尾，甩的杀手连车尾灯都看不到，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突然冲出来，把杀手撞晕。两人手牵手从另一个出口逃了出来，在大街上随便开了一辆车，偷偷住进一家酒店。深夜时分，安娜回忆着富豪教给她的舞步，气氛有些暧昧和浪漫。可这时安娜发现雅各的腿受伤了，心急如焚之下，她决定外出为他寻购药品，结果却被一路追杀过来的杀手偷偷从背后抓走了。当看到极乐世界的老板，安娜紧张地问道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没听错，她是老板的养女，同时也是执行任务的杀手之一。安娜就是公司安排给雅各的惊喜，可没想到她却违抗了命令，老板只好向她下达最后通牒。 I want him on my slab by noon tomorrow, not one moment later. 安娜回到酒店，从背包里拿出手枪，但当雅各来到她面前时，她却下不了手，因为她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对他动了真感情。第二天，两人准备一起躲进富豪的林中木屋，却不曾想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在奔跑中却不小心被雅各发现了手枪，一切都已真相大白。深感背叛的雅各让安娜当场打死自己，但安娜下不去手。尽管安娜极力向他道歉，但富豪还是大发雷霆。可倾泻完怒火后，他又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和痛苦其实都是来源于对安娜的爱。好像自从遇到他后，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木头了。可干柴烈火后，两人正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安娜却拿起枪狠狠指向雅各。
他心生妙计，先是假装自己杀了雅各，然后拖着他的尸体欺骗远处监视他的杀手。等汽车开走后，雅各就打电话给律师，让他赶紧终止卖房协议。现在自己不想死了，还得靠庄园度过后半生。但他不知道，律师早就心怀不轨，为了得到卖房的高额提成，他欺骗雅各自己会妥善处理好此事。好在富豪也不傻。他在半路让安娜放自己下车，要亲自赶去终止协议，却被律师往口袋里放了一把匕首。在过安检时被保安拦下，并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被当场逮捕。与此同时，安娜的计谋也被老板识破，他只好向养父坦白自己对雅各的感情。 I love him, and that's all that matters to me. 看女儿心意已决，当老父亲的也没什么办法。他告诉安娜，如果想让雅各不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他变成自己人。他除了要和安娜结婚外，还需要替公司执行一次任务。随后，安娜将雅各保释出来，并帮助他成功拿回了房子。对于老板提出的2个要求，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执行任务。可没想到，他要送走的客户竟是陪伴自己几10年的老管家。管家自认为此生无憾，但自从老伴死后，他就对世界失去了眷念，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照顾雅各。而如今，他看到雅各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心中便再无任何牵挂，自己也该去另一个世界和老伴团聚了。于是他让雅各去厨房帮自己拿根烟，等对方回来的时候，老人就已经安详地死去了。最后是安娜向雅各揭晓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真相，其实管家选择的不是惊喜套餐，而是要求死在爱的人身边，那个人就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雅各。有时我们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漂泊的孤舟，竭力追寻着那份看似遥不可及的爱，却未曾察觉它其实一直悄然隐匿在我们身边，默默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当故事缓缓落幕，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雅各和安娜回到那座充满回忆的庄园，携手共度余生，过上了简单而又幸福的生活。死亡从不是生活里突如其来的惊喜，而是每个人生命旅程中不可回避的终点。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途中，都能勇敢地挣脱麻木的枷锁，深入探索，不懈追求，最终找到那份真正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惊喜。